过去2年房子是真的不好卖啊，于是乎我做了一首打油诗送给大家。经济不景气，房子不好卖，春去又春来，月月还房贷。利率猛如虎，顿顿吃青菜，终于要解套，钞票放口袋。这期视频继续跟大家讲卖房的门道。如果你有卖房的计划，希望你可以看到最后。卖炊饼，卖炊饼。大家好，我是 Norman。经历了过去2年房地产市场上上下下的洗礼，相信很多房地产投资人财务已经解放了，当然也还有很多人财务回到解放前了。不管你是哪一种情况，我相信房地产市场2024年要开始走出阴霾了。2024年也将会是卖房更容易的一年。一直想跟大家系统的讲一下卖房的门道。这次我保证本系列卖房视频会把卖房的绝大部分门道跟屏幕前的你讲明白。希望大家有足够的耐心，把连续几期视频都认真看完。那么，如果我们要考虑卖房，第一件事情应该干什么呢？答案是做好足够的心理建设。我觉得心理建设部分，其实重要性和难度上讲，都能占到整个卖房过程的90%以上。只有想明白为什么卖房，才能知道该怎么卖房，并且卖到一个合适的价格。真正卖房开始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做了，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尤其是如果你把这部分问题交给 Norman， 肯定帮你搞定，带你飞啊！具体说明白卖房的心理建设部分，其实又需要分为多个小的步骤。第一步要想明白为什么要卖房，这一步是心理建设中的最重要部分。房地产投资的交易手续费是比较高的，这个问题我多次强调过了。买卖一次可能要损失总房价的7%到8%。买的时候有土地转让税、律师费，卖的时候有经纪费、提前还贷的违约金、增值税等等。如果我们买卖物业和 day trading 一个玩法，老买老卖，那么最终钱都会被政府和我这样的人拿走。所以我投资房地产的底层逻辑是尽量只买，能不卖就不卖，无论是投资房还是自住房都适用。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应该选择卖房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确实是需要考虑卖房的。前2种情况主要针对自住房。第一，需要升级自住房，小换大，老换新。这种主要指的是年轻人到中年人群体，一般开始养娃的时候是一个重要节点。或者 downsizing， 自住房降级，卖掉大房子换小房子。这种主要是退休或者子女长大了不再继续住在家中的中老年群体。第2种情况，工作生活变动需要换地理位置，从蒙特利尔搬到多伦多，从多伦多搬到温哥华，或者从多伦多西边的密西沙加搬到东边的士嘉堡。不换房无法满足工作生活新的需要了。说完了前2种卖房的情况，下面的情况是针对所有房子的，包括自住房和投资房。第3种情况，财务状况无法支持某一套物业长期持有了，比如利息暴涨导致裸泳房房东还贷压力巨大，感觉扛不下去了。第4种情况，因为失业、投资失误、被诈骗了，或者有其他好的投资机会，需要卖掉房子来套现一笔钱进行投资，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卖房来套现。我有一个基金经理朋友，因为要买一个退休了的同事的 book， 需要花几百万加币，最终连续卖了几套房子，又卖了一些股票，凑够了足够的资金，把资产管理体量从1个多亿买成了接近3个亿加币。第5种情况，楼花买了之后贬值，兼带着利息太高的因素，导致原有的准备金额度无法正常交接房子了，需要把楼花卖掉卖 assignment， 或者需要卖现房来交接这个楼花。这个情况在现在的市场中还挺普遍的。这批交接不上的买家造成今天的局面，主要的原因其实是买楼花的时候没在同一时间做好贷款，属于部分的操作失误了，以及买了只增加 GDP 不增加投资收益的天价楼花，买贵了。第6种情况，房屋老旧，维修费用过高，自己不想掏钱修了，比如20年房龄及以上的 condo 或者 house。condo 大约在20年房龄的时候，该坏的差不多也都坏了。室内的洗衣机、烘干机、炉头、冰箱、马桶、微波炉、橱柜；室外大楼里的电梯、灯具、屋顶、窗户、热水器、空调，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间需要大修或者更换的。大修的过程中，condo 的管理费会暴涨，还会收一些 special assessment。同时期房价由于管理费激增的拖累，整体的增值也会跑输市场。卖掉换新一些的房子或者楼是不错的选择。第7种情况，家庭关系变故，
比如亲人去世、夫妻离婚等情况，需要分割财产不得不卖。加拿大继承财产虽然没有遗产税，但是持有的未缴税的资产需要一次性补足所有未缴的 capital gain 或者 income tax。很多时候，子女继承过世父母的多处物业的时候，需要处理掉部分物业，才能有足够的钱来交税。离婚案件中，通常一方也很难拿出足够的钱给到另一方把这个物业买下来。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两个人商量把物业卖掉，然后分配资金，而不是分配房子。第8种情况，投资为目的的配合房地产政策的操作，比如卖掉旧房换新房，让自己的投资房没有租金管制。大家知道，我个人是几乎从来不卖房的，主要是买。但是在2018到2019年之间，因为安省出了2018年11月15日之后建成的新房没有租金管制的重大租赁政策调整，我顶着7位数 capital gain 把我所有的旧房全卖了，都分批次换成了新房。新房管理起来，由于没有租金管制，可以通过无限涨租挤走遇到的租霸，可以说从根本上扭转了房东被租客单方面碾压的不利地位，管理难度明显下降，租客的质量也显著提升。由于新房管理难度降低，我也坚持尽量只持有新房，这对我整体做大自己的房地产 portfolio 有莫大的帮助。如果你手里持有旧房，觉得管理难度太大了，租霸比例很高，可以考虑卖掉旧房换成新房来投资。自住房如果是旧房，住得还算舒服的话，是不用卖的。我自己的自住房也属于有租金管制的旧房。第9种情况，其他我没想到的不可抗力因素。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知道的不得不卖房的故事。想明白为什么要卖房子了，心理建设的第2步是要摆正卖房的心态。卖房的心态决定了我们该什么时间卖房、怎么卖、怎么定价等重大问题。卖房的心态我总结有2种主要情况。一种心态是我因为上面提到的9种原因必须卖房，没得商量。这种心态主要的诉求是把房子卖得快一些，同时希望可以兼顾到卖一个高的价格。另一种心态是我的房子必须卖到300万，卖不到这个价格我不卖。这种心态主要的诉求是房价一定要卖得高，可以说基本放弃了卖房的速度。在第1种心态下，必须得卖房，着急卖没得说嘛。那么下一步的操作只能是现在市场卖多少钱，我接受这个市场价格，同时尽量把房子卖到匹配市场价格的程度，甚至努力跑赢市场的平均水平。第2种心态下，卖房一定要卖高价，如果现在市场的价格能达到我的要求，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市卖房。如果市场的价格达不到我的心态，没有更好的办法，这种情况只能等市场再涨一涨再卖。我最近跟一个考虑卖房的客户聊天，他的房子是想要卖到400万以上的，少了是坚决不卖的。他不着急，是可以等的。我研究了一下当下的市场，我觉得他的房子在现在的市场里只能卖300到320万左右，差距还是很巨大的。像这种情况，需要等市场整体上涨30%左右，才有可能卖到房主心理价格，可能需要等至少3到5年才会有这样的时间窗口。因为即使是2022年2月历史最高点，这套房子400万，我觉得也是完全做不到的。我就诚实的告诉他，我觉得你可能需要等一等，目前的市场是做不到的。如果有一天市场房屋平均价格上涨30%左右，我们可以再聊聊。卖房的时候2种心态应该是只能2者着重取其一，不能兼顾的。卖得快和卖得高没有办法同时达到最高值，既要又要还要。不过可以找到相对的平衡点，在一定时间之内卖到满意的相对较高的价格。在卖得快和卖得高之间 trade off， 选择一个主要诉求并兼顾次要需求，是卖房时的正确心态。想要价格卖高出市场2%到5%，是可以通过选靠谱的经纪人来实现的。想要卖到高出市场价格20%，基本上属于 mission impossible， 除非遇到傻子或者使用诈骗手段才能实现。如果我们卖房的要求就是卖价卖得高，一定要卖超某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是高于现在的市场能给到的价格，与其期待遇到傻子或者使用诈骗手段卖到我们满意的价格，不如等市场整体再涨一波，接近我们心理预期的时候再拿出来卖。我始终觉得想明白一件事情怎么做，是比真正开始做要难得多的。如果你完整的想明白了为什么要卖房子，以及摆正了心态，接受卖到当下市场价格，那么恭喜你，卖房子所有的困难里，你可以说已经完成了90%以上。
下一步就是开始积极的准备把房子上市并且卖掉了。那么做好卖房的心理建设之后，真正开始操作卖房子又会有哪些门道呢？比如如何挑选满意的经纪人，经纪人接 listing 过程中有哪些套路，房子上市前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装修和 staging 都好贵啊，需要花钱做吗？这些问题且听我下回跟大家分解。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